孟小姐，你这脉象是有喜了。有喜了？怎么可能？我给你开2副安胎药，回去让你丈夫按时煎煮，稳固胎气。对了，你丈夫呢？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没陪你过来？我1个月前刚来的北平，我丈夫……舒瑶，你小时候，奶奶给你和北平药商霍家的大少爷定下了娃娃亲，你此番去北平找他，一定要和他好好过日子。人肯定上车了，快去搜！你，我被下药了。有着温暖星光，也闻过夜里的花。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原来她是霍家的女儿。随他忘了。少帅，属下终于找到您了，您伤势如何？无妨，去霍家找到她。从今日起，她就是我少帅府的唯一女主人。这孩子恐怕是那一晚的，有了他，我就不能再去找霍哥哥，完成婚约了。孟小姐，我们可算找到您了。你是？我是霍府的管家，听说您1个月前就到了北平，我们大少爷在家里天天盼着，却一直不见您来，请随我们回府吧，大少爷等着见您呢。孽障，你自己看看，非要在舞会上玩枪，如今倒好，走火打死了西国领事馆的外交官，这可是要蹲1辈子牢狱的重罪。爹，您先别急，那个跟哥哥定过亲的孟书妖，不是正好到北平了吗？我已经让管家去接他回来了，只要让他给哥哥顶罪，这事儿肯定能摆平。老爷，夫人，孟小姐到了。舒瑶，这1个月你都去哪儿了？我派人四处打听，一直担心你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原来霍哥哥一直惦记着我。谁是孟书瑶？你涉嫌开枪杀人，请立刻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你个小贱人，难怪这1个月音讯全无，原来是开枪杀了人，不敢露面。霍哥哥，你在说什么？我没有，我根本不会开枪，还装！亏我们霍家把你当做未过门的媳妇儿对待，你竟然这么恶毒！警官，该怎么判就请您依法处置吧。我明白了，你这么急着找我回来，根本不是关心我，原来是为了让我替你顶罪！你这疯女人满口胡言！警官，赶紧把她带走！我没有杀人，放开我！在下是慕容少帅麾下的周副官，请问谁是霍家的女儿？周副官大驾光临，小民有失远迎，失敬。不知少帅找小女所为何事？霍小姐对少帅有救命之恩，我特奉少帅之命前来向贵府提亲。3日后，少帅将以正妻之礼10里红妆迎娶霍小姐入府。少帅已经备下1000亿聘礼补偿霍小姐，请各位过目。如果府上另有要求，尽可提出。
黄金万两，东郊民巷洋楼5栋，绸缎白匹，珠宝10箱。请问霍小姐意下如何？愿意，这样的天赐良缘，我妹妹她自然是愿意嫁的，是吧，雨嫣？能得少帅如此宠爱，是雨嫣和霍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一切听凭少帅安排。没想到我竟然能借着孟舒瑶的名头嫁给少帅，往后这少帅夫人的位置就是我的了。使劲儿，姑娘，就快出来了，吸气，呼气。生了，是个男孩！快裹上衣服，这牢里冷，别冻着孩子了。舒瑶，这是我中午省下的热粥，你生了1天了，快喝几口润润嗓子。瞧这孩子长得真周正，就是不像小梦，肯定是像他爹。你娘在牢里10月怀胎，吃了很多苦才把你生下来，以后长大了，你要好好孝顺你娘。怀川啊，当年你刚成亲，我就一病不起，硬是拖着你陪我去苏城养了6年的病。雨嫣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少帅府，这日子过得得多冷清。母亲不必自责，您当年病重，儿子守在身边是应当的。雨嫣她肯定能明白儿子的难处。这次回来，我会好好弥补他的。你明白就好，快点儿，再开快点儿！这6年我在苏城日日盼夜夜盼，今儿个终于要见到我大孙子了。哟，这小孩才多大点啊？西洋琴就拉得这么好听，北平可没几个会拉的呀。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您觉得好听就赏我点银钱吧。你爹娘呢？怎么让你这么小的孩子出来卖艺赚钱？我娘在牢里，我在找我爹爹，等我赚够了钱，就可以去登报找到我爹爹了。真是可怜的孩子。请到，请到！今日少帅车驾回府，闲杂人等一律回避。那边的小孩，赶紧收拾东西离开，一会儿少帅的车就要到了，小心撞上去。知道了，叔叔。母亲，您身子刚好，走慢些。慢不了，整整6年没见着我的宝贝孙子，我这心里头急的呀，恨不得我那宝贝孙子现在就飞到我跟前来。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哪里春风沉醉，哪里野草如茵。怀川，你快看这孩子，怎么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这该不会是你偷偷在外面生的吧？母亲，别见个孩子就认孙子，您的孙子现在正在少帅府等着你呢。可这也太像了，连耳垂上这颗胎记的位置都一模一样。天底下哪有这么凑巧的事？老夫人，对不起，刚才跑急了，冲撞了您，您没事吧？我没事。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刚才跑得那么急，可是遇到什么事了？回老夫人，我叫孟小北，在这街边卖艺赚钱。卖艺？你爹娘呢？我娘在牢里，我爹等我攒够了钱。芋头叔叔，这是今天请你喝酒的钱。就这么点儿，连半壶酒都打不满。叔叔，以前的酒钱不是只要8块吗？今天怎么要这么多？怎么，舍不得请我喝酒啊？那就赶紧滚！以后别见你娘了，要见就快点儿，磨磨蹭蹭的，耽误老子喝酒。娘，趁热吃。娘吃饱了，小北吃。
娘，我们一人一半，一起吃。好，一起吃。娘，我今天新编了首曲子，赚了好多钱呢，我吹给你听。好，得赶紧让这孩子找到他的父亲，往后替我陪在他身边。这小子的小曲儿吹得还挺好听的，比百乐门的顶尖西洋乐师都强啊！老夫人，这是我全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刚才撞到您，对不起，这个赔给您，可以吗？等等，你爹叫什么名字？老夫人，长官，我还得赶去下个地方打工，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哎，等等！这个背影好熟悉。怀川，这说来也怪，明明是头一回见着孩子，可我瞧着他，心里就喜欢得很。少帅，老夫人，属下听说最近北平引进了西洋那边的一种新技术，叫血液验亲，说是抽取两人的血液送往实验室化验，就能确认是否有血缘关系。若您实在不放心那孩子，立刻派人去找那孩子，取他的血液样本，连同我的一起送往史蒂文教授的实验室。1天内我需要结果。是，属下这就去安排。都给本少爷拿稳了，谁的杯子要是敢溅出一滴水，一会儿就给本少爷写作业。打得好，真不愧是我儿子。来，再打几个给娘瞧瞧，要是打得准，娘就让你玩你爹的那把真枪。我的乖孙子，奶奶回来了，有没有想奶奶呀？什么人，胆敢擅闯少帅府？哎呦，这孩子怎么往奶奶脑门上打呀？放肆！都给我退下！怀川，母亲，你们回来了。陈二，还愣着做什么？快来见过你父亲，还有奶奶。快给奶奶赔个不是。我才不要道歉！我又没把奶奶打死。娘，你不是说过吗？就算我打死了人，我是少帅的儿子，北平谁敢抓我？放肆！口出狂言，目无尊长！来人，把他关进祠堂面壁3日。怀川，陈二只是童言无忌。我不去祠堂，我没错，凭什么管我？爹爹一回家就罚我，我讨厌这个爹爹，我要换个爹爹。陈二平日里很乖的，今天可能是练琴练累了，才闹些孩子脾气。练琴？我的孙子还会弹琴呢。我可是最擅长西洋乐器小提琴的。晨晨啊，从小就继承了我的天分，琴拉得可好了。哦，是吗？过来。爹爹叫你呢，快过去。手指僵硬，下巴没有磨痕，肩膀松塌无力，这完全不像拉过琴的样子。我记得6年前第一次在火车上见你，你带着一把小提琴，这么多年都没见你拿出来过。他现在在哪儿？哦，那个啊，他放在我娘家了。这不巧了吗？明天陈二在百乐门有一场西洋小提琴比赛，正打算用这把小提琴呢。怀川，你要是想听，明天来百乐门就能听到了。好，这可是陈二的第一场比赛，明晚我们一定到，好好给陈儿捧场。那我就先带陈儿进去练习了。怀川，这孩子确实顽劣了些，可不管怎么说，他终究是我慕容家的血脉。我倒觉得今日在府外撞见的那个孩子，更像是我慕容怀川的种。难道是起了什么疑心？不行，我得立刻叫人仿制一把小提琴出来。今晚这扬琴赛会可了不得，
听说少帅府的小少爷要和倭国来的神童一较高下，这可是关系到咱们北平的脸面啊！这慕容小少爷像他母亲，精通小提琴，我觉得小少爷肯定能赢。要是我也能站在舞台上面，拉一首曲子就好了。孟小北，发什么呆呢？少帅的车已经到门口了，还不赶紧把这地上扫干净？要是沾了半点灰，看我不扣光你这个月的工钱！九爷，我马上就去扫。少帅到！这孩子的背影，好像那天的那个孩子。少帅驾临，赛会一切都准备妥当，就等二位入座开演了。这边请。母亲，今天这场赛会，到场的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很多洋报的记者。辰儿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折损的可不仅是慕容家的颜面，还有整个北平的名声。他那性子，真的能担此重任？辰儿顽皮是顽皮了些，但他身上流的是我慕容家的血，我相信他不会让我失望的。诸位先生女士，欢迎各位莅临今晚的西洋小提琴赛会。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一位小琴手登场。首先演奏的是来自倭国的小琴手小林元一。不愧是神童啊，真是天籁之音。我看这场比赛，慕容小少爷难赢喽。话也不能这么说，毕竟慕容小少爷也是咱北平的小提琴神童。儿子，别紧张，就跟以前一样，你只管上台做做样子，娘给你找个人在后面替你拉。放心吧，娘，我熟练得很，待会儿我保证不拉出声音。我儿子真聪明。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慕容小少爷登台演奏。哎呦，夫人，我肚子好疼，我得先去趟茅房。废物，关键时刻坏我好事。啊，怎么没有声音啊？奇怪，慕容小少爷明明在拉琴，怎么发不出声音？都说慕容小少爷是北平的小提琴神童，今日一听，真是大开眼界呀！我府上的下人随便锯2块木头，都比这好听。这慕容小少爷拉的还没有咱们小北好呢。切，刚才那个倭国小子拉的也没有咱小北厉害啊。你们是说他拉小提琴很厉害？听着，你现在就去替我儿子拉琴，我给你50块大洋。50块？那刚好够我登报找爹爹了。可是这样，大家就知道是我拉的琴，不是小少爷拉的了。我有法子。这是搞什么名堂？难道慕容小少爷想临阵脱逃？怕不是琴拉得太差，想拿帘子当遮羞布吧？你们听，这首好像是原创的曲子，比刚才倭国那个孩子拉的更好听。不愧是少帅的儿子，这才是真正的音乐神童。
竟然还能原创作曲。怀川，你听，我就知道晨儿刚才是紧张了，这才是我慕容家该有的本事。不对，这琴技已经远在北平的顶尖琴手之上。台上拉琴的人，绝不是他。父亲，我在表演呢，您怎么上来了？晨儿，刚才真的是你在拉琴，后面没有其他人。怀川，你在说什么呢？台上台下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不是咱们晨儿在拉琴，还能有谁呀？怀川，今天晨儿可真是给咱们少帅府长脸了，把那个倭国来的什么神情都比下去了。晨儿，累了吧？先跟你父亲和祖母回府歇着，娘去给你买你最爱的西洋奶油蛋糕，晚上咱们好好庆贺一下。还好没被怀川发现，不然可就全完了。这是给你的报酬，没想到你这小子还挺会拉琴的，是跟哪位琴师学的？我没有琴师，这是我娘教我的。哦，你娘还是位琴师，叫什么名字？我娘不是琴师，她叫孟舒瑶，现在还在牢里。谢谢您夫人。孟舒瑶，有了这些钱，我就可以去报社登报找爹爹了。没想到他竟然是孟舒瑶那贱人和怀川的孩子。不行，不能让这个孩子留在北平，要是被怀川发现，我少帅夫人的位置就不保了。小北，你刚才说你要找你爹爹，正好我跟报社的老板认识，你今天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带你直接去报社登报吧。真的吗？谢谢夫人。走吧，车就在外面。这个孟小北刚才拉完小提琴人就没影了，还有一堆活还等着他干呢。嘿，你还别说，孟小北一个在牢里出生的野孩子，居然会拉扬琴。你们过来。少帅，你们刚才说在台上拉小提琴的孩子叫孟小北？是，就是那孩子，刚才拉完琴就不见了。少帅，史蒂温教授刚才打来电话，说血液验亲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让司机先送小少爷回府。母亲，您跟我去趟医院。怀川，你这么急着带我来医院干什么？晨儿还等着我们回去庆祝呢。少帅，您要的血液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事关重大，史蒂文教授回国前吩咐我要亲自交到你手上。怀川，这是亲子鉴定报告。孟小北，他竟然真的是你的亲生儿子！原来不是我的错觉，小北就是我的亲生儿子。立刻调集人手，全城搜寻小少爷的下落。少帅，属下早已命人暗中跟随，小少爷已经被夫人带去火车站了。啊，去火车站，立刻。是。夫人，这里好像不是报社。不用去报社了，小北，你看，这就是你爹。这些年他一直在外地卖货，但心里一直挂念着你呢。快叫爹爹啊！以后你就跟着你爹爹离开北平，去过好日子去吧。不对，我娘说过，爹爹不长这样，他不是我爹。我说他是你爹，他就是你爹。哥，赶紧的把这个小野种给我带走。还有多久到火车站？回少帅，转过前面的路口就到了。怀川，也不知怎么的，我这心里头慌得厉害，眼皮直跳。小北不会出了什么事吧？把车速提到最快，
再派人立刻包围火车站。是少帅。我不走，我还要找爹爹，还要救娘出来，我不能走。你娘？你娘在牢里都自身难保了。听着，你现在只有2条路，要么认了这个爹，上车滚出北平，要么留在这儿，等着给你娘收尸。臭小子，我劝你啊，乖乖听话跟我走，不然我们一句话就能要了你娘的命。夫人，求求您不要把我送走，我要是走了，娘就再也见不到我了。还不肯走是吧？现在就给北平监狱打电话，告诉狱长，半个时辰内我要收到孟舒瑶的死讯。夫人，我走，我现在就和爹爹离开北平，求求你别伤害我娘。别碰我，真是的。这就是孟舒瑶的那把小提琴。看在你这么孝顺的份上，我就让你跟你娘最后说几句话，好好道个别。燕儿，你真让他去打电话呀？可别耽误了正事。怕什么？不过就是个小孩，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怎么，你还惦记着那个孟舒瑶？难不成你还真把他当你儿子了？还是说你对那个孟舒瑶还念念不忘啊？不敢不敢，都听少帅夫人的。喂，小北，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还让狱长来找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娘，小北要去很远的地方，以后可能很久都不能去看你了。小北，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在哭？娘，是小北不好，让娘担心。小北不哭了。夫人，少帅的车队快到火车站了，不能再耽搁了，得马上把这孩子送上车。小北，小北，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小北，娘，小北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吃饭，小北也会好好吃饭，不让娘担心。赶紧把他弄上车，让司机开车。娘，小北不想走，小北不舍得你。少帅到！住手！赶紧进去。小北在哪儿？糟了，怀川他们怎么来了？怀川，母亲，你们不是回府了吗？怎么到车站来了？少帅安好，老夫人安好，今天真是巧了，竟然能在这儿遇到您二位。嫣儿，你不是说要去给晨儿买西洋蛋糕吗？怎么到车站来了？哦，蛋糕房就在车站附近，正好我哥哥有一批要紧的药材得送去苏城，我就顺道过来送送他。送药材？那行李呢？行李早就在车上了。哥，火车快开了，你别耽误了正事，赶紧上车吧。我们也准备回府了。慢着，等会儿。怎么了，怀川？你们过来是有什么急事要办吗？嫣儿啊，有个喜事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怀川有个遗失在外的儿子。刚刚收到密报，这趟车上可能混进了逃犯，事关重大，必须立刻搜查。立刻带人把这趟车仔细搜一遍。是，所有人上车搜查。怎么办？要是被少帅发现，那臭小子在车上，我们可就全完了。怀川，我刚才上车看过了，里头装的都是些药材，哪会藏什么逃犯呀？对对，少帅，车上都是跟我做了10几年生意的老朋友，您放心，他们绝对干净。让开，搜。
给我老老实实待着！要是敢发出一点声音，被人发现，你娘的下场你自己清楚。少帅，所有车厢都已经搜过，没有发现小少爷，是否要再重新搜查一遍？再大张旗鼓的，反而会打草惊蛇，让他俩怀疑，危及小北的安全。立刻封锁火车站所有出口，暗中调查，有任何线索，立刻向我汇报。是。怀川，我这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小北他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母亲别担心，只要他还在火车站，我们就一定能找到他。怎么样，怀川？查到了什么可疑的人吗？少帅，您看，我说的没错吧？车上都是做正经生意的老熟人，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怀川，你这次难得回来，可得多陪陪我和晨儿。这6年，我们娘俩可想你了。母亲身子不好，需要静养。晨儿性子顽皮，留在府上会惊扰到母亲。你今天就带她回霍家住些日子，好好管教。什么？回霍家？怎么这么突然？怀川，晨儿她平时里很懂事的，况且你6年没见她，难道就不想多陪陪儿子吗？母亲，您帮我说句话，晨儿是你亲孙子，你也舍不得他走吧？嫣儿，怀川既然做了决定，我也不好说什么。你先带晨儿回去住段日子，等我身子骨好些了，你再接回来也不迟。我还有军务要处理，走吧，母亲。嫣儿，你说少帅突然在这时候来火车站搜人，现在又把你和晨儿赶回霍家，该不会发现当年你冒充少帅夫人的事吧？当年的事我们处理得干干净净，他们能查到什么？不过是凑巧来抓人罢了。可当年你为了坐稳少帅夫人的位置，背着少帅借了别人的种，这才有了晨儿。要是让少帅知道晨儿不是他的血脉，我们就死定了。所以必须得把孟小北尽快送走。只要那个野种离开北平，就没人能威胁到我的位置。加派人手，将火车站周边的所有街道商铺全部仔细搜查一遍。是，少帅。怀川，小北是你的儿子，那他的母亲才是6年前火车上救你的那位姑娘。这么一来，霍雨嫣和晨儿的身份恐怕大有问题。我娘在牢里。北平监狱。孟舒瑶，你可以出狱了，赶紧收拾东西走吧。出狱？我的刑期还没到。谁叫生了个好儿子？他用自己离开北平，换了你这当娘的提前出狱。什么？是小北？难怪刚才小北突然打那通电话，小北一定出事了。不行，我得赶紧找到他。怎么回事？回少帅，有个女人突然走了过来，差点撞到车上。她的眼睛好熟悉，属下这就将她清走。不用。好熟悉的感觉，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他？你没事吧？少帅，实在对不住，民女刚才没留意车架，冲撞了少帅，还请少帅恕罪。无妨，你可有受伤？民女没事，多谢少帅关心。只是孩子走失了，心里实在着急，得赶紧去找他。民女这就先告辞了。少帅到。哎呦，少帅大驾光临，老夫人安好。不知少帅今日亲自前来，是有什么重要指示？赵狱长，少帅问话，这里可有一名叫孟小北的孩子常来探监？有，是有一个叫孟小北的经常过来，他娘就关在我们这儿，所以他隔三差五就来送点东西。他母亲现在关押在哪间牢房？回少帅的话，那个女犯她已经刑满释放出狱了。把他所有的案卷信息
全部调出来给我。回少帅，这些陈年卷宗调取整理需要些时间，最迟明日一早，属下必将他母亲的全部案卷整理妥当，亲自送到府上。您看这样可好？尽快。怀川啊，这6年，小北那孩子在外面吃苦，他娘在牢里，也不知道受了多少罪，是我们慕容家亏欠了他们母子。等把他们娘俩接回府，你好好补偿，加倍的补偿。母亲放心，我慕容怀川的妻儿，从今往后绝不再受半分委屈。母亲，那我先送您回府休息。回什么回？我不回，我要上街。上街？您去街上做什么？做什么？找孙子。你瞧瞧你堂堂少帅，找个人还得调兵遣将，翻档案，查卷宗，磨磨蹭蹭的，我急死了，我等不了，我这就上街蹲着去。母亲，街上那么多人，您这样……人多怎么了？瞎猫还能碰上死耗子呢？万一我往街口那么一站，我大孙子就正好从我眼前路过呢？我这叫守株待兔，不对，是守街待孙。你好，请问我儿子孟小北是不是在这里打杂工？他人现在还在这儿吗？小北啊，今天上午还在呢，后来就不见人影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什么？小北，你到底去哪儿了？你别吓娘！小北，你这孩子，你跑去哪儿了？娘真的要被你吓死了！你之前给娘打电话，说什么要离开北平，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你跟娘说实话。有2个坏人想骗我走，不过娘放心，我甩开他们跑掉了。坏人？走，娘带你去报警。娘，晚点再去警局。你今天刚出来，小北想先回家吃你做的菜。好，听我们小北的，娘这就去买菜，回家给你做好吃的。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像。哎呦，我大孙子呢？我大孙子到底在哪儿啊？戏女李秀莲求神明保佑，保佑我家那年轻俊朗的小郎君眼里心里只有我一个。戏女慕容氏求神明保佑，让我那流落在外的孙儿早日回家，祖孙团聚。这背影怎么这么像小北？老夫人，你身子不好，您走慢些。小北，你到前面那个菜摊旁等娘，娘过去一下。老夫人，您感觉好些了吗？好多了，多亏了你，小姑娘，今天真是谢谢你了。您这像是心急的症状，往后千万急不得，走路要当心，药也得常备在身边。你这么清楚，你学过医？我没学过医，只是我儿子从小也有这毛病，就了解了些。这心急是我慕容家传了几代的病，没想到你儿子也有这病，我们也算是有缘。你如今是在哪里做事？眼下还没有。我瞧着你心细，人也稳妥，我府上正好缺个贴身的丫鬟，你可愿意来少帅府干活？愿意，我愿意的。有了这份活儿，便能安稳下来，好好照顾小北了。行，那你明日就来少帅府报到吧。好的，老夫人。娘，小北，告诉你个好消息，娘找到活干了。以后啊，娘努力挣钱，给你买很多好吃的，好不好？哇，少帅府可真气派呀！娘，如果我是少帅的儿子，你是不是就不用这么辛苦的干活了？小北，这话可不能乱说。老夫人知道你带着孩子，特意叮嘱给你安排了个宽敞的客房，往后你们母子就在这儿安心住下吧。谢谢老夫人。小北和他母亲的下落查得如何了？少帅，我们的人已经翻遍了火车站附近和街头巷尾，目前还没有找到他们的线索。老夫人，我和我儿子已经安顿妥当了，多谢您，让我们母子有个安身之处。好，安顿下来就好。是你，少帅。怀川，
这位是小梦姑娘。昨日我在街上突然发病，多亏了她帮忙。我见她心细妥智，便将她招进府做个贴身丫鬟。对了，我宝贝孙子可有消息了？还在找。你说说你，堂堂少帅，怎么找自己的儿子半天找不着呢？原来少帅也有个儿子。我记得你昨日说你的儿子也走失了，如今可找着了？多谢少帅挂心，已经找着了，孩子眼下就在府里。你既然救了母亲，便是对我慕容家有恩。书房那边尚缺个仔细人打扫，那里清静，也方便你照顾孩子。往后你便去书房当值吧。是，多谢少帅。娘还没吃饭呢，得给娘留着。加派人手，继续查，整个北平任何场所不许放过。是。娘。真是魔怔了，小北怎么会出现在少帅府？少帅，您这几日为了找小少爷劳心费神，怕是心急又犯了。书房已经备好药，您快去歇歇吧。少帅，我儿子也有心急的毛病，这是我亲手缝的香囊，里面放了安神静气的药草，能缓一缓心慌气短。您如果不嫌弃，请收下吧。那个新来的丫鬟是在勾引少帅吗？一个带孩子的下人也敢往少帅跟前凑？夫人前脚刚离府，他后脚就敢耍这种心思，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参见少帅。你好大的胆子！少帅的身子何等金贵，你这来路不明的东西也敢往上递？若是沾了不干净的，让少帅的病加重了，你10条命也赔不起。这香囊是干净的，里面的药草是我亲手采晒的，我儿子也一直贴身带着。你儿子难不成是少帅府里的小少爷吗？一个下贱坯子用的东西也配拿到少帅面前？还不快给我拿开！拿来，给我。孟姑娘是我母亲的恩人，她送的东西自然是干净的。府里的规矩不是教你们替我做主，什么东西能用，什么东西不能用。没想到少帅这样的大人物竟然会帮我说话。好你个狐妹子，别以为有少帅替你撑一回腰，你就能在这府里翻天。我劝你安分点儿，不然等我们夫人回来，你就死定了。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我还有活，我先走了。一个刚进府的小贱蹄子，也敢在我们面前耍威风，必须得给他点教训。小北，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屋睡觉？娘，我睡不着。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娘，你能拉琴给我听吗？听着你的琴声，我就能睡着了。好，正好娘的活都干完了，娘拉琴给你听。怎么会有小提琴的声音？是他会拉琴。少帅，可需要属下去将他们请过来？不用，我自己过去。少帅，您就寝的时间到了，老夫人给您准备了安神汤，让您回房趁热服用。小北，我们回屋睡吧。孟生妖，少帅传你到书房伺候，还不快过去？叫我去伺候？主子叫你就得去，哪来那么多废话？知道了，我这就去。少帅最厌恶那些不安分、勾引他的女人。以前那些不知死活的，可没一个好下场。少帅，您找我。少帅，您是不是不舒服？是你。
昨晚的女人，难道真的是她？那小北岂不是也在府中？来人，传令，即刻封锁少帅府，召集府内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是。完了，我结合少帅，他若是记起来昨晚的事，一定不会饶了我。娘，你怎么了？小北，快起来，我们得马上离开这儿。所有人来院子集合，所有人都把衣袖拉起来。这是在做什么呀？怎么突然把咱们都叫来了？听说周副官在找一个手臂没有手工伤的女人，好像是因为昨晚有人胆大包天，竟敢摸进少帅的房间，想爬少帅的床。啊，谁这么不要命了？少帅府规矩森严，这要是查出来，把衣袖拉起来。我快点！哟，今儿早上院里怎么这么热闹？你怎么回来了？怀川，瞧你这话说的，我是这少帅府名正言顺的夫人，回自己家还需要挑日子不成？是她，霍洪州的妹妹，她竟然是少帅夫人。再说了，你何必兴师动众的查这些丫头？昨晚去您房间的人是我呀，我昨晚心里实在惦记你，就悄悄回来了，看你房里灯还亮着，就进去看了看你。再说了，这些丫头就是借他们10个胆子，也不敢攀附您啊。或许是我看走眼了，他怎么会出现在少帅府？都退下吧。绝不能让怀川发现孟书瑶，不然我可就全完了。娘，我们去哪儿啊？小北，这里我们不能再待了，先离开这里再说。哎，这屋里住的人呢？怎么东西都没了？这钱放的真金贵，人走了，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没带走？少帅，有下人在府里发现了这个。这是他的钱，我没有认错，昨晚的女人一定是他，小北一定跟在他的身边。快，立刻搜查少帅府，封锁所有出入口，任何人不得出入。是。巡逻的人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该不会是冲我来的吧？站住！前面的人停下！少帅有令，即刻起，府内所有人等不得随意出出。你们这是要去哪儿？转过头来！是你？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孟书瑶，你好大的胆子！昨夜竟敢趁着我不在，爬上少帅的床，做出这等下作之事，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呢？不是那样的，昨晚是有人让我去少帅房里伺候，是少帅他，我绝无半分逾越之心。夫人，我求求你放过我。放过你？看在你当年差点成了我嫂子的那点情分上，我倒是可以发发善心。你真的愿意帮我？我可以当做什么都不知道，甚至可以在少帅面前替你遮掩过去。但是昨夜之事，从此以后你必须烂在肚子里，对谁也不许再提，尤其是少帅。若让我听到半点风声，或是你存了不该有的心思，我会让你和你的孩子在北平城彻底消失。我知道了，进去吧，给我安分点。夫人，你也太菩萨心肠了，这种不知廉耻的下作东西，就该立刻打发了出去。
您竟还容他在府里待着？你懂什么？少帅突然这么大张旗鼓的找昨夜那个女人，分明是对他有了兴趣。现在把他赶走，府里平白无故少了个大活人，少帅一定会起疑心，得另找个时机再把他处理掉。是。有没有找到这把琴的主人是谁？禀少帅，府内所有女眷皆正在一一盘查，暂时还没找到。那是孟书瑶的琴，怎么会在怀川手里？糟了！怀川，这不是我的琴吗？怎么在你这儿？这是你的。之前你不是问过我这把琴在哪儿吗？我这次回娘家，特意把这把旧琴找了出来，带了回来。本想给你个惊喜，没想到倒让你先寻到了。我记得6年前第一次在火车上见你，你带着一把小提琴，这么多年都没见你拿出来过。它现在在哪儿？哦，那个啊，它放在我娘家了。原来这是你的。怀川，你怎么了？不过是把旧琴罢了，你竟然这么在意它。没事。夫人，您的琴。有劳周副官了。必须得尽快处理掉孟书瑶，万一时间长了，怀川发现那贱人的身份就不好了。霍雨嫣6年前陷害过我一次，如今成了少帅夫人，心思只会更毒。他的话不可信，万一他对小北下手。小北，怎么了，娘？小北，娘问你，你想不想回苏城去？去娘从小长大的地方，和太奶奶一起住，那里有老街、小桥流水，天气也比北平暖和。娘，怎么突然要回苏城啊？娘想了想，这少帅府终究不是咱们的家，这里规矩多，人也杂，待着心里总不踏实。好，娘在哪儿，小北就在哪儿。可是我之前听码头的大叔说，去南边的船票可贵了，要好些大洋呢。没事，娘努力干活，多攒点钱。你怎么在干洗衣服的活？少帅，我记得你的差事不是整理书房吗？我想给孩子买件厚衣裳，天冷了，他身上的旧袄子不太暖和了。天这么冷，也不知道小北有没有厚衣服穿。正好，我书房里的书很久没整理了，需要个仔细人。这活比洗衣服轻松些，你去吧，工钱会额外算给你。真的，谢谢少帅，我一定好好做的。没想到少帅看着冷漠，心底却这么善良。书房的书前2天不是刚整理过一遍吗？你把这些书拿去院子里晒晒吧。又是1年冬了，小北长大了1岁，也不知道他爹爹如今在哪。书都收进来了。是少帅，下午阳光好，都晒干了。雪天冷，今晚不必再来书房打扫了。早些回去陪孩子吧。没事，我儿子已经睡下了。少帅，您儿子找到了吗？还没有音讯，也不知道他们母子如今身在何处，过得好不好，会不会怨我至今没有找到他们。少帅不必自责，您的夫人与孩子若是知道您如此惦念他们，一定不会怨你的。能有少帅这样有责任心又重情义的父亲和丈夫，他的孩子和妻子一定很幸福吧。妹子，我家里有点急事儿，得赶紧回去一趟。这摊子你先帮我照看几个时辰，一会儿回来再给你结算工钱。您放心去吧，这交给我。热粥，刚熬好的热粥，2个铜板1碗。少帅，是孟姑娘，她今天不是该休息吗？竟然又出来打第2份工，都是为了她那个孩子吧？趁热喝吧，阿姨请你，不要钱。周士官，去办件事。老板，这些粥我全要了。全要了？你一个人喝得完吗？咋了？瞧不起人啊？爷就爱喝这个。
今天不把这锅粥喝个底儿朝天，我跟你姓。哦，好吧。太好了，今天可以提前收工，回去陪小北了。娘，你怎么了？去苏城的船票钱还差一些。枪！结块再重新搜一遍。眼下只能先把这个枪卖了，等有钱了再把它赎回来。老板，您看看这个能当多少钱？这是慕容家的回归，这是少帅的贴身配件。姑娘，你当的这东西来路有点特殊，价钱得仔细估一估。我先给你些定金，你回去等信儿，2天后再过来取吧。好，谢谢老板。喂，是少帅府吗？刚才有个女人带着个孩子来当少帅的枪，对，人刚走。少帅，刚接到当铺的电话，说有个女人带着孩子在变卖您的手枪。什么？我的枪向来贴身陪伴，怎会流落在外？难道是6年前火车上遗失的那一把？少帅，会不会是小少爷的母亲在当这把手枪？备车，去当铺。是。没事的，小北，没有爹爹给你买，娘给你买。娘，这个贵，钱咱留着买船票。没事，船票不差这一点。走。少帅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东西呢？在这儿，在这儿。他们母子一定没走多远，立刻带人封锁附近的街巷，挨家挨户搜，务必把人找到。是。嫣儿，总司令的夫人过几日要大办生辰宴，这是送到咱们府上的请柬。生辰宴？嫣儿，眼下少帅对你疏远的很，你得趁这次机会多跟司令夫人亲近走动，替少帅在总司令面前拉拢关系。你哥哥说的在理，你为少帅的前程筹谋，他知道了，心里岂能不记你的好？这关系不就能缓和了？光我去可不够，晨儿进来总不讨父亲喜欢。到时候你好好给司令夫人拉上一批小提琴，拉好了，你爹脸上有光，自然就高兴了，以后也疼你。可是，嫣儿，晨儿那琴艺，万一在宴会上失了态……放心，我有办法。小北，一个人在这儿玩呢？是你这个坏人，别过来！这次我不会再跟你走了。小北，你别怕，听我说，上次是我不对，我把一个坏人当成了你爹，差点害了你，我知道错了，我给你道歉，好不好？阿姨听说你和你娘想离开北平回乡下老家，但船票钱还没攒够，是不是？阿姨这儿正好有个能让你很快赚到钱的机会。什么机会？再帮我儿子拉小提琴，跟之前一样。小北，你放心，这次是在司令府，总司令少帅那么多大人物都在场，阿姨能拿你怎么样？绝对安全，你只需要像上次那样拉一小段曲子就行，拉完了钱立刻给你。娘太辛苦了，如果能赚到这笔钱，
娘就不用再熬夜干活了。行吧，那我答应你。好，我这就去准备。你看得懂英文书？以前在乡下教堂里有个老牧师教过我一些。明晚是司令夫人的生辰宴，你愿让那位姑娘陪同。北平这些个名门闺秀知道你身边缺女伴，都送了帖子来。你看看有没有瞧着顺眼的姑娘？母亲，眼下我只想尽快找到小北和他娘。他为我生下小北，吃了那么多苦，我不能再辜负他。是啊，都过去这么几天了，派出去那么多人，怎么还是一点他们母子的消息都没有？母亲，我总有种预感，他们母子或许就在我们身边。这不行的，少帅，我只是府里的一个丫鬟，身份极微，怎么能陪您出席那样的场合？这太不合规矩了。你无需顾虑，我儿子的母亲如今下落不明，若我贸然携其他女子出席，难免惹人闲话，对她的名声也不好。你是府中的丫鬟，跟在我身边，旁人才不会捕风捉影，生出不必要的流言。少帅对夫人真是情深意重，处处为她着想。那好吧，一切听从少帅安排。夫人，祝您生辰快乐，福寿安康，这是一点薄礼，还望夫人笑纳。你有心了。听闻夫人素来喜爱音律，正好我家晨儿略通小提琴，一会儿便让她为夫人献艺一曲，聊表心意，还望夫人莫要嫌弃。哦，听闻你儿子是北平城内有名的音乐神通，前阵子百乐门的小提琴比赛上还一举击败了倭国来的神通，替国人长了不少士气。总司令过誉了。少帅到。孟淑音，怀川竟然带这个贱人来出席司令夫人的生辰宴。少帅身边的女伴长得真美，莫非她就是少帅夫人？可别瞎说，少帅夫人在那儿呢。不过你别说，她和少帅站在一起，郎才女貌，可真登对。好你个孟书瑶，一个坐过牢的下贱胚子，竟然敢踩在我头上出尽风头！语嫣，你才是明媒正娶、名正言顺的少帅夫人。慕容少帅今晚这是怎么回事？带个不明不白的女人过来，置你的颜面于何地？多谢夫人替我打抱平。只是少帅他要带谁，岂是我一个做妻子能随意反驳的？我既然是正妻，便该有人的雅量。我最看不上那些仗着几分宠爱就不知尊卑、妄想上位的妾室，宠妾灭妻更是荒唐。语言，你放心，今日既然让我撞见了，断不会让你受这份委屈。总司令，夫人。慕容少帅，那个姑娘是你的舞伴？是的，夫人。既然是你带来的人，那也该懂些规矩，过来跟我打声招呼才是。民女见过总司令，恭贺司令夫人生辰，愿您。不知你是哪家的小姐，瞧着面生得很。到底是上不了台面了些，比不上我们自小在大夫人家长大的。但只要怀川喜欢，我这个当正牌夫人的，自是会好好教导她。 A lowly maid who only knows how to wash clothes and sweep the floors, ignorant of everything. How dare she stand beside the young marshal? Madam, she is far more than just a maid. She's nothing but a bumplard from the countryside. No wonder she looks so rustic all over. The young marshal really is something. He lets all sorts of coarse, unsavory people stay by his side. Madam, look. We've been talking for ages, yet she hasn't reacted at all. She probably doesn't know a single English letter. Unbelievable that she's just a country girl. What could you possibly expect her to know? Please don't insult me in English. I understand everything. First of all, I am not the young marshal's favored cartine. He once did me a great favor, and I have come here merely to repay that favor, not to crave status or rank. Ensuite, je viens bien de la campagne et je suis bien une servante dans la dominante du jeune maréchal. Mais je gagne ma vie de mes propres mains, et ce n'est pas honoreux du tout. Selbst wenn Sie die Frau des Kommandanten sind, haben Sie kein Recht, andere Bekraus ihrer Herzen und ihres Bekaufs herunterbarren und zu beleiden. Están convencidos de que no entiendo el inglés y se burlan de mí sin pudor. Ahora voy a hablar otros dos idiomas, ¿me entiende? 最后，学英文是为了更好的沟通，而不是羞辱别人。你瞎说什么呢？你以为胡言乱语几句就真当自己会外语了？就是，我和司令夫人刚才不过是随口闲聊，压根没说你自己听不懂，还在这曲解人意、胡说八道。他是否胡言乱语，在场懂外文的人自有判断。孟小姐是一位温柔良善、有才情、有风骨的女子，还望各位能给予她应有的尊重。好了，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今日是司令夫人的生辰，我儿晨儿知道夫人素来喜欢音律，想借此日子小提机会为夫人庆贺，添份心意。可是那位在百乐门赛会上力压倭国门神的慕容小少爷，都说小少爷的琴技出神入化，今日总算能亲耳听一听了。
怎么回事？怎么拉个琴还要拉上帘子呢？这你就不懂了吧？真正的高人都有些与众不同的做派。难道这孩子真的会拉琴？不对，我分明查过，他手指僵硬，肩臂无力，没有练过小提琴。这曲子好熟悉，这不是晨儿原创的曲子吗？霍雨嫣的儿子怎么会弹？好，琴音饱满，技法娴熟，丝毫看不出是个孩子演奏的。怀川啊，你这儿子了不得！到底是正房夫人教养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雨嫣啊，这孩子能有今日的造诣，你这当母亲的功不可没。夫人过誉了，说到底是孩子自己肯用功，也有几分天赋，兴许也随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在小提琴上有几分灵气吧。说起来，今日这首曲子格外好听，是他自己原著作曲吗？是啊，夫人好眼光，这首曲子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不对，这明明是小北创作的曲子，他只在我面前拉过。霍雨嫣的儿子绝不可能会。不行，我必须去后台看看。少帅，我有点急事，先离开下。这首曲子和百乐门比赛时小北拉的几乎很像，台上的是陈二，那小北此刻在哪儿？天啊，琴拉的这么好，竟然是替演！我就说怎么还要拉上帘子遮遮掩掩的，原来是把我们当傻子耍。霍夫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竟敢在我的生辰宴上用这种手段欺瞒糊弄我！你胆子简直是太大了！司令夫人，不是这样的，小北，爹爹终于找到你了。爹爹，你是少帅，怎么会是我爹爹？你在骗人，对不对？爹爹找医生做过亲子鉴定，你就是我慕容怀川的儿子，慕容家的血脉。你既然是我爹爹，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让你在外面吃了6年苦，以后爹爹一定会好好补偿你。奶奶最近想你想的茶不思饭不想，日日念叨着你，跟爹爹一起回府去看看奶奶，好不好？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孩子大概这么高，会拉小提琴的？你好，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孩子大概这么高，会拉小提琴的？刚才在幕布后，那个拉小提琴的孩子是你儿子吗？什么？在幕后拉琴？刚才幕布垂下后，上台的那位小少爷只是做了个样子，真正执琴演奏的是幕布后的孩子。那孩子的琴戏确实拉得极好。刚才拉琴的果然是小北。冒昧问一句，你儿子师从哪位名家？这般年纪有如此造诲，实在罕见。我懂些小提琴，平日里提点他几句，这孩子自己肯琢磨，练得多就会了。无师自通，这简直是音乐奇才！我从未见过如此有灵气的孩子。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云琴乐团的老板，我们乐团愿意全额资助您儿子前往国外最顶尖的音乐学府深造，所有生活开销全部由我们承担。等他学成之后，可以直接加入我们乐团担任小提琴手，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去国外？是的。考虑到您儿子年纪小，我们会为您在国外安排一份工作，让您能陪同照顾。希望您能认真考虑，这对您儿子的未来会很有帮助。母亲，您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小北，是我的小北，是我的孙儿，你终于回来了！小北，我是奶奶，是你的亲奶奶啊！快叫一声奶奶，让奶奶好好听听。奶奶，奶奶自从知道你是我的亲孙儿，奶奶没有一天不想你。现在你真的在这儿了，让奶奶抱着我的乖孙，我的心肝。妈，别哭了，以后小北就住在家里，再也不会离开了。对，不哭了，该高兴。这些年委屈我的乖孙子了，奶奶要好好补偿你。这才像我们慕容家的孩子。吩咐下去，让城内几家大商铺把适合男孩的玩具，每样挑最好的送到少帅府来。好，少帅，我马上去办。奶奶，这是我的了吗？你是我慕容家的唯一血脉，不仅这些，这整座少帅府库房里的银元大洋，你父亲的一切产业，往后统统都是你的。好痛啊！原来真的不是在做梦。小北，爹爹问你，这几年
你都是跟在你母亲身边的，是不是？你母亲呢？她如今身在何处？我娘？你问我娘做什么？爹亏欠你娘太多，这6年，她一个人带着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等爹找到她，接她回府，爹要好好补偿她。从今往后，她便是这少帅府唯一的少帅夫人。娘之前说过想回乡下过清静日子，我要是现在说了，娘是不是就走不了了？不行，我得先问问娘愿不愿意留在这儿。爹，我也不知道娘在哪儿。没事，爹一定会找到你娘。等找到了你娘，我们一家人就能团聚了。立刻将西边那个最大的、阳光最好的房间收拾出来，给小少爷做卧房。是，属下这就去办。小北，先跟周副官去看看你的新房间，看看喜不喜欢。霍雨嫣和他那孩子冒充小北母子，骗了我们整整6年。这件事你打算如何处置？等找到小北的母亲，新账旧账一并清算。这孩子到底跑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娘，小北，你去哪儿了？知不知道娘有多担心？娘，我没事。小北，这身新衣服哪来的？是老夫人给我买的，已经足够好了。我们不能总这样接受人家的东西，知道吗？我知道了。从今往后，她便是这少帅府唯一的少帅夫人。娘，你想不想留在少帅府当少帅夫人？小北，你在瞎说什么呢？这话可不能乱说。你是不是最近在少帅府住久了，就开始幻想了？我们是来干活的，那些不该想的一点都不能想。好吧。有位好心的先生听过你拉琴，觉得你很有天分，愿意资助你去国外最好的音乐学校学小提琴。我愿意，娘去哪里，小北就去哪里。好，娘是真不想留在这儿当少帅夫人。算了，这件事还是先别告诉爹爹了。少帅，我过几日打算离开府里了，这份活怕是不能继续做了。怎么忽然要走？是工钱方面不满意？不是的，少帅，很感谢你和老夫人给了我这份活，是有位好心的先生愿意资助他去国外的学校读书，我想着机会难得，就决定陪他一起去。此事可靠吗？对方底细你可清楚？可靠的，那位先生留了名片，我也托人打听过，确实是正经做教育资助的，对孩子的前程是件大好事。既然你已经决定，又是为了孩子的将来，我也不便强留。这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你是个好母亲。多谢少帅这些日子的照顾。听说少帅已经找到了小少爷。是，找到了。等找到孩子母亲，我们一家3口就能团聚了。少帅，您是一位好父亲，也是一位好丈夫，你们一家3口一定能早日团聚的。当年婉晴带着楠楠去逛庙会，只是一转身的功夫，孩子就不见了。婉晴从此就像丢了魂一样，日夜自责，郁郁成疾，终究也跟着去了。昨日生辰宴上那姑娘，我越瞧越觉得眼熟，她那眉眼神态，活脱脱就是婉晴年轻时的模样。司令，过几日府上不是要举办春季演武大会吗？正好那姑娘是少帅府的人，不妨给少帅府也递份帖子，届时少帅多半会携属下前来，司令便可也问问来历。好，你尽快去办。是。嫣儿，少帅如今已经知道孟小北是他的孩子，眼下你和晨儿的处境很危险。我不介意他多认个儿子，况且少帅就算心里有气，看在这些年的情分上，也不会针对我们母子感情杀绝。正好，司令府这场演武大会是个机会，我得好好准备准备，趁此缓和怀川之间的关系。小北，你想想，你可还有什么落下的东西？明晚的船票，咱们这一走，怕是短时间内不回来了。爹爹给我买的玩具还放在西边的房里。娘，我想起有东西没拿了，我去拿一下。孟小姐，少帅请您去书房一趟。好，我这就过去。少帅，您找我？明日有空吗？总司令府要举办演武大会，特意点名邀请你一同前往。邀请我？应该是上次生辰上你表现得好，让总司令另眼相看。明晚的船上午去应当来得及，若直接回绝，恐怕会服了司令的颜面，也让少帅为难。好，我去。少帅到！又是他！快看快看，又是那个丫鬟。
少帅这是接二连三带他来出席这么重要的场合啊！看来啊，少帅很喜欢这个丫鬟。照这个势头，霍雨嫣这个少帅夫人怕是要不保喽。怀川，你来了。少帅安好。又是你，一个连枪都没摸过的丫鬟来演武大会干什么？该不会又是你死缠烂打，求着少帅带你来的吧？霍夫人误会了，这次是司令亲自邀请我前来。总司令邀请你，你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我还能不知道？一个乡下出来的野丫头，也敢在这儿充场面？司令到！孟姑娘是我亲自邀请的客人，谁有意见，现在就可以离开。司令，您可能不了解这个人，这是我的未婚妻，从小在乡下长大，粗鄙不堪。更重要的是，她还坐过牢，品行败坏到了极点。这种人，您怎么能让她进演武场？黄忠也坐过牢，他也坐过牢。是啊，司令。况且她一个丫鬟，哪里会碰枪？您请她来，不是让演武大会成了笑话吗？谁告诉你我不会玩枪的？以前在乡下还好跟打猎的伯伯学过枪。你一个卑贱丫鬟，也敢大言不惭说自己会玩枪，在这装什么能耐呢？我倒要问问你，你知道怎么瞄准吗？你知道子弹是从哪里飞出来的吗？怕是连枪的扳机在哪儿都不知道吧？看来是不服气啊！要不然我们比试一场怎么样？我可得提前告诉你，我从小就玩枪，论射击，你连我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好，比就比。好，到时候输得太难看，可别哭着求饶。你不必理睬他，枪械无眼，万一伤着。无妨，怀川。年轻人有胆量是好事。多谢总司令、少帅关心。既然霍夫人想比，那我就跟他比一比。孟书瑶，趁现在枪还没响，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识相，自己滚出少帅府，这些日子你勾引怀川的账，我可以一笔勾销。否则，你和你那个小野种就等着瞧吧。霍夫人，靶场之上靠的是手上功夫，不是嘴上威风。您若真有底气，不如把力气留在等会儿的枪里。好，我看你还要嘴硬到什么时候！射击比赛正式开始。霍夫人，9环，9环，10环，9环，10环。真是好枪法！不愧是少帅府人啊，果然不凡。大家说是不是啊？是啊，是啊。除了少帅，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准的。这水平，看来另一位姑娘要输了。麻烦给我一个眼罩，我要蒙眼射击。孟淑仪，你装什么？还蒙眼射击，真当自己是神枪手了？他这是在开玩笑吧？蒙着眼睛还能打枪？我看他就是哗众取宠，架势摆得这么大，一会儿要是连靶子边都沾不上，那可就闹大笑话了。装，继续装，孟书瑶，我等着看你出丑。孟小姐，第一枪10环。孟小姐，5枪全部10环。我的天！蒙着眼都能枪10环，这姑娘神了！难怪少帅对她另眼相看。不可能，怎么可能真的会打枪？婉清当年就最会打枪，没想到她和婉清一样，枪法如此的神态，都和婉清一模一样。霍夫人承让了，靶场之上终究是靠手上功夫说话。没想到这死丫头真的会玩枪。燕儿，我们现在怎么办？不能再让她活下去了。她多活一天，我少帅夫人的位置就多一分危险。你现在就去找个可靠的、手脚干净的人，趁今天人多眼杂，让她彻底消失。真没想到，你的枪法竟如此精湛。少帅过奖了，只是小时候在乡下跟打猎的长辈学过些皮毛。你自小在乡下长大，那你父母呢？我没有父母，是奶奶将我带大的。小心！少帅，您受伤了。放肆！谁敢在我司令府的地界动手，立刻封锁全场，叫军医过来！快，是！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司令，少帅与孟小姐的伤口都已处理完毕。我知道了，
你再去办件事，将他的血液和我的血液立刻拿去进行亲子鉴定，5分钟内我要看到结果。是。少帅，演武会已经结束了，我也该走了。今晚的船，现在时辰也不早了。这离码头不近，我送你。不必劳烦少帅了，接我的人应该快到了。此去异国，往后还会回来吗？会的，北平是我的根，总会回来的，只是不知何时才能回来。等回来了，常来少帅府做客，相识一场也是缘分。好，也愿少帅早日寻回夫人，一家团圆。珍重。少帅也请保重。为何看着他离开，我心里竟会如此空落，这么不舍？司令，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果然，小梦果然是我的女儿。婉晴，我们的楠楠终于找到了。司令，您刚才说孟小姐是您的女儿？是，她是我和发妻婉晴的女儿，年幼时意外走失。这些年，我总算找到她了，如今也能告慰她母亲在天之灵了。立刻去查我女儿现在何处。司令，孟小姐去码头了，晚上的船要去异国。什么？快备车，立刻去码头。娘，我们走了，以后还会回来吗？傻孩子，当然会回来了。等我们在那边安顿好，有时间了就回来看奶奶，好不好？那我要很久都见不到爹爹了，要不要现在告诉娘我已经找到爹爹了？还有多久到？司令，前面就到码头了，再快些！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我的心里这么急，这么乱？小北，怎么了？是不是舍不得这里？国外的学校再好，都不如爹爹、娘亲、奶奶一家人都陪在小北身边。娘，有件事儿，小北一直没告诉你。什么事啊？跟娘说说。我找到楠楠，小北，楠楠，原来小北是他的儿子，那就是小北的母亲。我苦苦找寻的人，竟一直就在眼前。司令、少帅，你们怎么到码头来了？楠楠，是我是你父亲。父亲？你小时候，你娘带你去逛庙会，一转眼你就不见了。后来你娘因为此事郁郁成疾，去世了。那日生辰宴上，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像极了你的母亲。方才我取了你的血样去验，果然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这些年苦了你了。小北，叫外公。外公，哎，好孩子，来，让外公抱抱。楠楠，别走了，带着小北留在北平，留在父亲身边，让父亲好好补偿你们。好，父亲，我们不走了。少帅，你怎么也来了？舒瑶，舒瑶，怎么了，少帅？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没事，今日你们父女团聚是大喜事，正好少帅府离码头近，晚上不如都到府里来设个家宴，庆祝庆祝。好，那咱们这就回去好好喝一杯。爹，我也不知道我娘在哪儿。糟了，爹爹肯定知道我之前撒谎了。娘，我有几句话想跟少帅叔叔说。你这孩子能有什么要紧话跟少马说？别耽误大人正事。无妨，你们先上车。小北，之前为什么不说实话？娘之前说想回乡下，我怕爹爹你知道了，娘就走不成了。爹爹不怪你，只是现在有个新问题。什么？你看，你娘现在还不知道我是你爹爹，万一她知道了却不喜欢爹爹，不想跟爹爹在一起，那怎么办？爹爹放心，娘最疼我了，我会帮你的。我们拉钩，我帮你追娘。好，不愧是我的乖儿子。少帅，小北说您找我。是，有件要紧事想同你商量。什么事？少帅府与司令府的婚事。婚事？
这两府之间能有什么婚事？自然是你与我的婚事。少帅莫爱说笑，您有夫人，我们绝无可能。况且，即便我要嫁人，也只会嫁给小北的亲生父亲。我要让小北有一个完整的家。哦，这样啊。可是你儿子的父亲至今音讯全无，你瞧，我儿子的母亲至今下落不明。你我凑成一对，岂非天作之合？我也会好好对你儿子的。少帅，我一直以为您是位情深义重、对夫人不离不弃的君子，如今看来，您怎可这般轻浮？谁说轻浮了？我儿子的母亲若是回来，我也可以让她做妾。而你孟舒瑶，永远是我少帅府里名正言顺唯一的夫人。你考虑下，过几日我会向司令府递婚帖。你流氓！舒瑶，你不知道，我等了你整整6年。6年前那一别，我欠你的，欠小北的，从今往后都会一点点补回来。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你说什么？小孟姑娘就是小北的母亲？是。咱们找了这么久，盼了这么久，没想到孩子母亲就在眼皮子底下。我儿媳妇这6年肯定吃了不少苦。那你还在等什么？还不赶紧把我儿媳妇明媒正娶，风风光光的迎进门？妈，我知道。不过，在迎娶舒瑶之前，还有一笔旧账，必须先了结。把人带进来。少帅，当年之事已全部查清。6年前，您与孟小姐火车一别后，霍洪州为逃脱杀人的罪责，逼迫孟小姐顶罪入狱，而霍雨嫣则趁机冒用孟小姐身份嫁入少帅府，欺瞒至今。怀川，老夫人，求你们看在6年的情分上饶了我吧！晨儿还小，她不能没有娘啊！你还敢提晨儿？与外人私通所生的野种，也敢冒充我慕容家血脉，还屡次3番加害我孙儿和儿媳，你怎能如此歹毒？少帅肯恩，老夫人肯恩，是我们鬼迷心窍，我们知道错了，求您高抬贵手，给我们一条生路吧！押入重牢，这辈子你们就在里头把欠他们母子2人的债慢慢还清。小北，明天白天走不好吗？非要大晚上坐车去苏城看奶奶，还下这么大的雪。我想奶奶了吗？就想快点见到她。把娘骗上车可真不容易，早知道不向爹爹撒谎了，这助攻也太难当了。哎呦，娘，我肚子突然好疼，得去趟茅房。您先上车等我，我马上回来。你这孩子真是，快去吧。少帅，他怎么在这儿？哼，上次说的婚事考虑的如何了？少帅，我说过了，我不会嫁给您，请您别再提这件事了。你追到这儿，不会就是为了这婚事吧？你别急着拒绝，我知道你现在未必喜欢我，但我儿子他很可爱，你要不要先看看他，再做决定？不用了，我有小北就够了。看看吧。小北，小北，是我儿子，就是小北。6年前我们在这匆匆一别后就再也未见，这6年阴差阳错，让你一个人在牢里生下小北，又一个人带着他撑过所有难熬的日子，这些我都不知道。原来你就是6年前那个男人，小北的父亲。舒瑶，是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小北，我不指望你现在就原谅我，但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以后好好照顾你，陪着小北长大，把欠你们的这6年一点点补回来。这次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既然你找了6年才找到我们，又让我们母子吃了这么多苦，那我也不能轻易答应你。这样吧，你先好好表现，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当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通过了我的考察，再说以后的事。好，这一辈子我随你考察。